大家好，这节开始我们来处理服装的运动。先在蓝图中做一个简易的版本。我们来找到角色，打开视口。我们先把我们创建的所有服装导入进来，在主网格体下建立一系列的子集，骨骼网格体组件，然后有一个头发。继续，我们有一个裙子 skirt， 看一下我们拥有的东西，有一个鞋子，还有一个首饰。好，我们暂时只拥有这么几个配饰。我们把网格体导进来，鞋子，裙子，发。好，这个不对。这个是脸。好，现在先让这些配饰能够跟着角色动起来，所以我们使用蓝图中的 set leader component。我们给每一个组件都创建一个动画蓝图先。类设置中，我们把它设置成我们的专有类，之后我们要处理这个类。follower， 给它指定上，每一个都这样做。好，现在我们来到事件图表，像我们处理这个脸部的模型一样，把这个复制几份。4个。我们一个一个的指定。好，现在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放入到我们的构造脚本中。这样，来到构造脚本，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们在这个状态下就已经生效了，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它的效果。接下来运行看一下我们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可以看到我们的部件已经跟着角色运动了，但是就只有运动的效果，
这是一个简易的状态，我们之后会需要让部件能够支持物理模拟和我们的体型调整。我们把项目中的运动模糊给关一下，看着有点难受。在默认项目的话，在这个 Lightning 里面，我们找到后处理体积，然后在它的细节中去搜索 Blur， 在这边找到 Motion Blur， 点一下这个数量，改成0， Ctrl+S 保存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好，现在这样子的话就没有这个运动模糊了，看起来会舒服一些。接着我们讲一个简易的方案，让角色的这个头发在跟着身体运动的同时，也能够运行它自己的这边的动画蓝图。对于像头发这种固定在单一骨骼上的网格体，我们可以在角色的骨骼上创建一个插槽，然后把头发这个网格体直接固定在我们的插槽上，这样我们就不需要使用 set leader pose component 来让头发进行运动了。头发的网格体会因为插槽的关系自动跟随着角色运动，这样我们的动画蓝图就可以生效了。我们来做一下先。首先找到角色的骨骼，这个我们在这边创建一个插槽，添加插槽，重命名叫 hair， 然后我们把它的位置放到我们的头部这个骨骼上。在这个把这个插槽移到这里。好，我们右键可以添加一个预览，选择我们的头发，可以看到它的位置非常的高，我们调整一下它的位置，下，微调一下，然后我们保存，回到角色蓝图这边，选中我们的头发，在这个地方负向套接字这里找到我们的一个插槽，这个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插槽的位置还是有一点问题，调整一下。稍微往上一点，保存。这边编译，保存。然后我们把这边的 leader pose 给取消掉，头发的这个不需要了。这个时候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现在我们的头发的动画蓝图就能够生效了。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如何做这个物理模拟的部分。找到角色的这个动画蓝图，给它打开。我们这里就要用到之前添加的那个插件 Kawaii Physics， 搜 Kawaii。好，这样一个节点，我们把这个节点像这样拖到这里角色上。现在来讲一下这个节点要怎么使用它。每一个节点呢，我们需要给它设置一条骨骼链。骨骼链的设置就是我们选中根骨骼，比如说
这条马尾的链好了，我们只需要给这个节点指定这个根骨格，那么这整条链都会被计算在内。然后它的原理就是把这条链当做一个小的弹簧。现在看一下这条链叫什么 ，Felix 的 Hell 的，我们之前设置的。好，选中这个之后，在细节中找到这边的 root bone， 我们需要指定，我们现在就直接来指定这个21。编译一下，可以看到这边整条链就被选择了。然后要控制它的运动，我们需要调整一些参数。最重要的参数在这个位置，物理设定这个位置。这边我们一个个的来讲一下。首先第一个单品，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说明，指的是这个链条它的弹性，值越小的话，弹性越好。第二个刚性，指的是这个物体它维持原来形状的能力，值越大的话越容易维持原来的形状。比如说我们把它调到1，这个物体就会维持原状，不能够被形变。第三个 World Damping Location， 指的是世界场景的位移 location 对这个单品的影响。位移相同的位移下，这个值越大，单品的影响就越大。好，下一个是 rotation 的影响，然后是一个碰撞半径，指的是这边的这几个黄色的球体，这些球体是用来模拟运动的嘛，它的半径大小，比如我们这里把它调成1，可以看到变得比较的小。然后是限制角度，指的是模拟过程中允许形变的最大角度。如果是0的话，那就是无限制。一般情况下，这个值我们都需要调整。比如我们这边把它改成30度，这边的单位是度。我们现在只改了一条链条，理论上来说，我们要把所有可以运动的链条都改上。但是我们现在先看一看这一条链条修改之后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可以看到有一条发丝是可以运动的，当然这是默认的参数，我们需要去修改自己的参数。这里我快速的把头发上所有的链条都加了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 root bone 这边，我把我们所有重命名过的这个物理的骨骼都给加了进来，然后简单的调整了一下这一块的参数。还有一个不同就是我在这边的曲线这边都添加了一些。这个曲线每一条曲线对应的都是这边物理参数的一个值，每个值都有对应。然后它的意思大概是说，我们看到这边，从根骨骼开始，这里有一个0，然后到末端这里有一个1，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插件它把我们每一条链都分成了从0到1的一个部分，然后这里的每一条曲线 x 轴就是从0到1，然后它的 y 轴是每一个参数，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针对离这个根骨骼越远，这个参数依据这个曲线来进行变化。我现在这边设置的呢，就是当我们根骨骼的状态下的时候，它是1，也就是说这里的这个地方的单品它是 0.3， 然后到1的状态，我这边设置的是 0.3， 也就是说在末端的时候，它的单品变成了 0.09， 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从根骨骼到这个末端，整个链条变得越来越软，越来越容易移动，这样一个目的。好，下面这些每一个都对应的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我调整了一下几个这个参数，它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骨骼网格体在世界空间中的运动可以乘以这一个比例的缩放，再应用到这个物理模拟上。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网格体它运动的太快了，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物理模拟一直处于最高的强度。然后这边它分成3个值，分别是 x 轴、y 轴、z 轴上的运动强度。好，其他的就都是和默认的情况一样了。另外，我们这里再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有2条侧发，我先把这个骨骼给关了。我们这边有2条侧发，它在运动的时候很容易穿磨到我们的脸上去，所以我们这时候需要在我们的头部这个骨骼上去建立一个球体的一个碰撞体，来防止穿磨。我们找到一下，是这一条，往下拉，这边有一个限制，我们在这里有一系列的骨骼，一系列的这个碰撞体可以创建，这个球体、胶囊体、核体、平面等等，我们创建一个球体，打开，然后这里有一个骨骼去指定，我们把它创建到我们的头部这个骨骼 head， 然后把它的半径比如说调大一点，调成一个10，你看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它就已经能够影响到这边了。然后我们把它这个贴合到我们的头部上去，我们可以平移它的位置，走到这边，在 Z 轴上我们大概把它往上移个一点点，10，好，大概差不多，然后把它再放大一点，12左右。好，这样我们这一条链就不会穿磨到这个球体的内部去。同样的，我们是针对每一个这个链条都可以做一个设置。如果有很多一样的话，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项目这样整体的去拷贝，然后我们之后再粘贴到其他的一个链条上就可以了。这边我们就先做这个。好，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现在是大概是这样子分组的，这一块是我们的一个侧发的部分，这一块是前发，这一块是后发，然后这一块是飘带。大家自己做的情况下，就是做的细致一些的情况下，应该针对不同的分组去设置不同的一些参数值。比如说这个发尾的这个部分，它的那个运动会更加剧烈一些，然后刘海啊之类的部分运动会更加的平缓一些。我这边因为时间关系，我就都用的是同样的一个参数。然后我们把骨骼打开，可以看一下。实际上我们观察到这个发型，它的物理模拟的骨骼集中在这一部分和这一部分，这个其实是不是特别好的？因为我们这一块它是没有办法被模拟的，因为它没有骨骼的支持。就大家自己选择头发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些这些细节。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头发模拟完之后它的效果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运动一下，你看到我们的飘带，然后头发都会运动，然后我们的前面这个发丝它也不会穿磨。好，大概是这个样子。接着我们来处理一个 bug。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角色现在它没有了下落这一个动作，可以看到直接就落下来了。这个是由于我们在 C++ 中这边做这个 move mode 的时候，我们只在这边去设置这个 buffer 里面的 move mode， 上面这一块把我们的所有的 buffer 里面的值复制给角色的时候，我们漏掉了这个，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把它加上。这样 move mode 等于 buffer 点 game mode， 像这样，
我们再来关掉编辑器，重新编译一下。好，现在我们就正常了。然后这里说一下，有些时候 C++ 中修改了之后，项目里面没有生效，它有可能不是我们的代码写的有问题，而是我们的这个虚幻引擎它使用了我们的之前的代码的一个缓存。我们讲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进行一个项目的清理。我们找到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根目录，然后我们来删除一些东西。这个 intermediate 删掉，这个缓存删掉，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二进制文件夹删掉。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插件里面，我们改了哪个插件，就把哪个插件的二进制文件和这个 intermediate 删掉。然后我们找到这个地方 uProject 的这个文件，右键选择这个 generate。好，它完成之后会把我们删掉的文件重新给生成出来，然后我们在这边进行重新编译，然后再打开我们的工程，就是一个清洁过后的工程。好，这边我就不再演示了，我们这一节先到这里。